各地响应。云集沪上这个快邮带电发出后，不到6、7天，南京、苏州、杭州均有复电寄来，都说决计参加。香港也有一个团体叫中华医药会，地址在德辅道中。他们来电说明不派代表，但是汇集了捐款港洋100元，表示响应。从此，我们天天开筹备会，组织了秘书组、总务组、财务组、宣传组、接待组、干事组，推选有办事能力的同道，分别负担各组事宜。我本来是中医协会的秘书主任，到了这个时候，有几组都由我负责。幸亏有一位江湾办报出身的医界人士蒋文芳，他动笔很快，我们在商量之下，请他担任秘书。这样一来，我可以省出许多时间来策划各组事宜。这次仁济堂的筹备大会之后，我便拟了一段极长的新闻稿，亲自送到各报馆，要求他们全部刊登。从前报馆的编辑们一向都是信赖中医的，他们对废止中医这件事深表愤怒，一收到这篇新闻稿，都一字不删地刊登在本部新闻版的显著地位。当时上海最大的5家报纸还兼写社论，阐述中医是不可废止的，这一来给我们增加了不少力量。从前上海有许多社会团体，如总商会、商联会、中华国货维持会、各地旅户同乡会，每逢社会上发生什么重大事件，他们都要发表通电表示意见。此次废止中医问题，他们基于义愤，都有通电发表，是一致拥护中医中药的。这种反应本来对我们中医很是有利，可是却因此而刺激了上海西医界的反感。当时西医界中最会动笔墨的是于云秀、汪启章、庞荆州、范守渊4人，他们就出奇制胜地在各报发出反对中医的言论。于是我们也推出4人，由1人应付1人，如打擂台一般，在报纸上展开笔战。本来我是应付庞荆州的，2人笔战，大家认为我措辞得体，笔锋锐利。料不到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来，此人就是当时所谓党国要人楚民义。他拟好了一篇很长的谈话，送到报馆发表。从前报界对中央要员的谈话是很重视的，这段谈话稿送到报馆是下午3时。申报编辑赵君豪接到楚民义这篇文稿以后，马上打电话给我，要我先去看一看，说这篇谈话来势很凶，你要不要先看一下？我说好，我就立刻到申报编辑部，先把原稿抄了下来。可怜那时是没有复印机的，直奔姚公鹤老师家中商讨对策。姚老师说，照报馆立场，楚民义的谈话一定一字不易地刊出，你要应付他的话，最好当夜你写一稿送去，那么次晨就可以同时刊登于报端，否则的话，民间人士反驳中央委员的文稿未必会刊出。我说好，马上就在姚家小房间中起稿驳复，又请姚老师修改了一下，连夜油印了10份，分送各报。次晨果然惶惶然全部登出，与楚民义的谈话相映成趣。医界中人看了无不拍案叫绝，说我做得既快且好。有2家报纸对所谓中委楚先生怕得很，隔了1、2天才补登我的稿件。从这个时候起，各报不断发表来自各方面的文稿，其中7%都是指责西医和租界上的医院怎样的腐败，怎样的以人命为儿戏，希望西医对医术方面要改善。其他零零星星的文字都是说西医看不好的病，竟被中医看好的事实。所以在声势上，中医比较占上风，
但也有一部分文字是骂中医太保守，不能跟着时代走。我忙了几天之后，款街组长于洪孙来对我说，各省各县的医师都有信来，说有代表3-5人至6-7人。广州代表陈仁梅来电，要订高级旅馆房一间。那么平桥路的小旅馆似乎不相宜了，问我怎样办。我说款街组不能照规定的办法来做，大部分小县份代表送平桥路，小部分有钱的代表尽管为他们开第2级的汇中旅馆，或是第1流的大东旅馆，这些代表日后都有大宗捐款，我们多花一些招待费是不会落空的。款街组的组员都是年轻的医生，有20多人听候于洪孙指挥，某日某时到车站或码头迎接时，每组由8人等候，手执鲜明旗帜。报纸上天天都有登载各地代表抵沪的消息，只是那时没有摄影记者，所以报上没有登载图片，但已声势浩大得很。每一地方的代表到达上海，当天晚上一定到大西洋西餐馆进餐，由丁老师、谢老师等坐候着做主席，并且发表演说。宾主双方言论都很激烈，说这次大会非推翻议决案不可。到了3月17日，计算已到的代表已经有15省代表、243县的县代表、4个市的市代表，共计正式代表281人。其中四川、云南、陕西等偏僻的省市代表，因为时间上赶不到，未能出席，可是都会来了捐款。